今天带您走进中国湛江，这是一座被阳光亲吻、被海风轻抚的城市。湛江位于广东省西南部，隔着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，1243公里的大陆海岸线。夏天一到，海洋之城的热烈就彻底压不住了。一半海水，一半火焰的挠洲岛，街道巷子透着老旧味道的赤坎老街，阳光沙滩大海，热闹的金沙湾，28公里超级长的东海岛沙滩，在这里悠闲地享受海滨风光。湛江也是一个美食城市，广东地区最正宗的白切鸡，全中国有名的湛江生蚝、烧猪肉、簸箕炊、松糕，还有最新鲜的海鲜。阳光暖暖的，时光慢慢的，湛江就像一处隐秘的角落，等待着您来发现。下面就一起来探索湛江好玩的地方。金沙湾位于湛江赤坎区，是湛江市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滨海休闲景区之一。一湾两岸，城市的核心区，沙滩、大海、蓝天在这里触手可及。张开双臂，自信十足的雕塑，它的名字叫劳力士。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，她的这枚金牌也是湛江的第1枚奥运金牌。从此以后，湛江这个跳水之乡成为跳水冠军的摇篮，奥运会冠军全红婵、劳力士、何冲和一大批世界跳水冠军。细软的沙滩，轻柔的海风，看着这些开心玩乐的小孩，用手机记录这一刻美好的情侣，步道上悠闲散步的人们，这种惬意的生活不知不觉间让心里已经对湛江这座小城产生了留恋。身后密密麻麻的高楼，横跨海面的海湾大桥，对岸的湛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，又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活力与经济发展。赤坎老街位于湛江赤坎区，这里是湛江最具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的街区。它起源于宋代，在清末明初因法国租界地广州湾的商贸而空前繁荣，形成了今日中西合璧、侨风浓郁的独特格局。这里不是被圈护的景区，而是一个将厚重历史、建筑艺术与鲜活市井完美融合的活着的街区。仿法式钟楼修建的广州湾商会会馆，静立街角的欧式民居旧址，连绵的骑楼群构成了老街的核心文化。欧洲风情的拱券外廊、百叶窗与岭南传统的浮雕、花砖、趟龙门相互融合。而今天，曾经繁华喧嚣的商埠已沉淀为绵长温润的日常。餐店里水锦油条和海鲜粥的香气蒸腾，老人们在骑楼下闲聊家常。文创店、美术馆、咖啡、奶茶店铺，这些老建筑也被赋予了新生命，让赤坎老街超越了单纯的怀旧之地，让它充满时代的气息和生活的烟火气。湖光岩位于湛江麻章区湖光镇，它是以马尔火山地质地貌为主体的地质公园。作为中国唯一的马尔湖，它形成于14至16万年前火山爆发留下的深邃洼地。碧绿的湖水清澈如镜，湖底层层叠叠的沉积物如同巨细无遗的年轮，保存了10多万年来古气候与环境的完整信息，犹如地球环境变化的天然年鉴，具有无与伦比的科研价值。满眼的翠绿，茂盛的植物，沿着蜿蜒曲折的湖边步道探寻湖光岩的每一个角落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形成了美丽的光影。走进湖边，又或者找一处高地，没有了遮挡视线的植物，湖光岩的山色美景尽收眼底。享受这吹来的微风，这里浓郁的负氧离子空气，走在这里，整个人都感觉无比的轻松，神清气爽。东海岛旅游度假区，阳光、沙滩、大海，从市区出发，驾车大约30分钟就可以登陆这座美丽的岛屿。东海岛面积289平方公里，
拥有着159公里海岸线，其中绵延28公里的陇海天沙滩被誉为中国第一长滩。这里沙滩细腻，海水清澈，放眼望去，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，海天一色在这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。湛蓝的海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，就像镶嵌在大地上的蓝宝石，闪耀着迷人的光芒。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冲向沙滩，发出阵阵悦耳的声音。听着这大自然声音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海风吹走了。5. 特城岛位于湛江峡山区，距市区约2.8海里，海滨码头乘坐轮渡10分钟就能直达。小渔村、沙滩、红树林、温泉，3.6平方公里的特城岛就像是湛江的城市后花园。上岛后，租一辆小电动车，就可以开始环岛游玩了。连成一片的红树林是岛上最美的风景，它们郁郁葱葱、密密麻麻地生长着，但当退潮后裸露出它们的根部，发达的树根相互缠绕，像一张巨大的网，牢牢抓住滩涂，守护着这片小岛。特城岛的景点不多，但它宁静质朴，在这里找一个地方，静静地坐着，看看海景，吹吹海风，却是在享受最美好的下午时光。6. 波罗的海位于湛江徐闻县，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菠萝种植基地，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。在这片被阳光亲吻、被海风滋润的土地，广袤的丘陵地带连绵起伏，35万亩菠萝种植园如绿毯铺展，成熟期金黄果实点缀其间，远远望去宛如一片金色海洋，所以被人们叫做波罗的海。走进菠萝田的小道，白色的巨型风车在远处缓缓转动，鼻腔里早已充满了香气浓郁的菠萝味道。徐闻是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，年产菠萝约70万吨，全中国每3个菠萝就有1个来自这里。从一颗果实到一个产业，从一片田园到一种文化，现在波罗的海以其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观，向人们发出最甜蜜的邀请，来这里体验充满阳光与果香的田园风光。7. 雷州古城位于湛江雷州市，它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岭南文化名城。别的城市是狮子，但在雷州，石狗是这里的文化符号。它们坐着、立着或卧着，在公园里，在马路边，在院子门口，石狗成为了雷州的吉祥物和守护神。仿古的街道上连排的骑楼，耳边传来听不懂的雷州方言。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，雷州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雷州半岛文化，与潮汕文化、客家文化、广府文化一起组成了现今的岭南4大文化。雷州西湖，古朴恢宏的雷祖祠，高57米的3元塔，散落在大街或巷子里的古建筑和古庙，每一处都承载着雷州这座古城的文化基因，真切地感受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了解藏在他们身上的故事。8. 南极村位于湛江徐闻县，这里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，是中国大陆地理上的南极。南极村地形呈牛角状，延伸至琼州海峡与北部湾交汇处。南极村的魅力，首先源于它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。立于村旁的登楼角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地理标识。
这里的海水演绎着独一无二的浪漫。琼州海峡与北部湾的海水在此相拥，它们形成一条延绵的河水线，相互冲来的浪花就像在接吻。海水退去，在浅浅的水滩寻找各种海鲜，海鱼、花蛤、生蚝，体验一把渔民赶海的乐趣。吹着湿润的海风，听着一阵阵海浪声，夕阳从天际线缓缓落下，天空与海面被染成了橘色。这一刻，时光慢行，海天相拥。9. 乌市天成台位于湛江乌市镇，这是一个渔港小镇。乌市镇处在雷州半岛的西岸，面朝浩瀚的北部湾，碧海蓝天，停满渔船的港湾。来乌市镇就做2件事：吃新鲜又便宜的海鲜，去天成台灯塔看绝美的海边晚霞。乌市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渔港小镇，本地居民以海为生，海面上大片的养殖场，总能看到忙碌的身影。天色微亮，渔贩子们早就已经从码头满载而归的渔船上接过各种鲜活的海货，摆满了马路的两边。走进这里，慢慢地挑选喜爱的品类，然后回去烹饪一桌美味的海鲜大餐。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在柔软细腻的沙滩上，享受着海浪轻轻冲向脚腕，躺在沙滩上，安静地等待着傍晚的日落。在夕阳下眺望驶过的一艘艘渔船，感受这座滨海小镇质朴的生活气息。10. 湛江美食。湛江的美食，它的灵魂就在食材的新鲜，味道的原汁原味。湛江三面环海，绵长的海岸线与丰饶的渔场，于是就有了湛江的美食，海鲜为王。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湛江生蚝，街头巷尾的炭火烤架上滋滋作响，肥美多汁的生蚝撒上蒜蓉、辣椒，香气飘向四周，激活着路过行人们的食欲。酥软香甜又弹牙的松糕，最有镬气的炒粉，口感软绵弹牙的簸箕炊，一碗杂鱼汤，一碟蒜蓉蒸虾，炒花蛤、鱿鱼。湛江另外一道有名的菜品白切鸡，他们选用本地土鸡，以恰到好处的火候净熟，皮爽肉滑，骨髓带血，保留着鸡的原汁原香。再配上沙姜酱油做成的蘸料，看似简单的做法，但味道却是极致的美味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放进地窖里用炭火烤制的烧猪肉，经过大约2小时的烤制，出炉的外皮金黄酥脆，香气扑鼻，每一刀砍下都是肉汁飞射。这一趟的湛江之旅，风景养眼，美食果腹，这里热闹的生活气息，极致鲜味的美食，都让人难以忘怀。